朋友们，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的书写艺术，是线条在空间展示的视觉艺术。它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由于书法能够修身养性、陶冶情操，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。中国书法大体上可以分为篆、隶、楷、行草等书体，而且各成体系，变化丰富，这在世界艺术之林是独树一帜的。而行书则是书法艺员当中的一支奇葩。我们这个行书主要讲座侧重以演示练习为主，以知识介绍为辅，共分6个题目：一是行书的基本特点；2是行书的笔画练习；3是行书的结构练习；4是行书的章法练习；5是行书的临摹练习；6是行书的创作和鉴赏。什么是行书？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：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一种实用性很强的书体，兼有楷书的规矩和草书的流动等优点。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？我们知道事物、事情总是在比较当中得到鉴别的，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。书法是如此，行书也是如此。对于这个苏东坡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。我们的苏东坡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、书法家。他说楷如隶，行如行，草如奔。这个意思就是说楷书如同人的站立，那是坚定不移、沉稳持重；行书如同人的行走，是匀速前进，步伐矫健；而草书则如同人的奔跑，那是奔腾跳跃、马踏飞燕、疾风骤雨。楷书是法度最完备的书体，一笔一划，笔断意连，法度严谨。我们可以看图，看这个拓片，杜甫的《石壕吏》这首诗。而草书可以说是艺术性最高的书体，连笔表意，以简带繁，是龙飞凤舞。我们可以看草书条幅，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，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行书则是吸收了楷书、草书的优点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。和楷书相比，它在笔画上以连带断，在速度上以快带慢。和草书相比呢，它在结体上比较规范规矩，在识别上比较容易区分。我们也可以看王羲之的作品，8、9时看见，焚香夜读书。而从书体艺术的角度来看，根据动静收放的程度，行书又可以分为3种形式。学练书法，陶冶情操，这是用楷书写的，一笔一划，法度严谨。
学练书法，陶冶情操，这呢是用草书写的，笔画连带比较多，而且结构简化性比较强。但是来讲啊，它不太容易辨认。行书是吸收了楷书和草书的优点，那么在笔画上来讲，和楷书相比，它的优点呢是一连带断，在速度上是以快带慢。和草书相比呢，它的从结构上看结体规范，从辨别上讲容易辨认。行书啊，往楷书上靠，往草书上靠，又分为不同的形式。往楷书上靠，这个写出来的行书啊叫行楷或叫楷行；往草书上靠，草书的特点比较多，这叫行草或草行。加上它本身的特点呢，又组成了3种形式。我们说概括起来讲，正是因为行书具有楷书和草书的优点，有兼容性，有艺术的兼容性，因此来讲啊，它应用广泛，非常实用。所以说我们说兼容、实用、广泛是行书的主要优点。那么广泛实用、神采飞扬的行书产生于什么时代？它是由哪种书体脱胎演变过来的呢？对此，历代的学者、书者看法不一，众说纷纭。其实行书它是在丰富的社会和群众书法实践基础上产生的。根据现代研究表明，行书产生于汉末，成熟于东晋，盛行于唐宋元明清，至今已是流派纷呈，绚丽多彩了。我们说历代都有著名的行书书法家和他的代表作，而能够称得上行书大家，在行书发展史上标新立异、独领风骚的，东晋的有2王，即王羲之、王献之。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有《兰亭序》《快学时晴帖》《何如帖》等。王献之的有《中秋帖》《丫头丸帖》《29日帖》。唐代的欧阳询其行书代表作是《张翰帖》《蒲商帖》。颜真卿代表作是《祭侄文稿》《曾作为帖》，还有李颉代表作是《李思训碑》《陆三世碑》等等。唐末至5代时期的杨经世行书代表作有《神仙起居法帖》。宋代的苏黄米蔡4大家，苏轼的代表作《黄州寒食帖》《东吴帖》，黄庭坚的松风阁《花气石帖》，米芾的有《述苏帖》《调戏石帖》，蔡襄的有《余温帖》《暑热帖》。元代的赵孟頫行书代表作有《前后赤壁赋》等等。鲜于苏的代表作有《石鼓歌》《襄阳歌》等。明代的温征明行书代表作有《五律十轴》。董其昌的有《临歌帖册》。张瑞图的有《五律十轴》《七言联句轴》。
明末清初有负三的丹峰阁记，王铎的行书诗汉四首，清代的张照、郑协、刘墉、何绍基、康有为，近代现代的沈一墨、郭沫若、撒孟海、启功等，都有自己的行书代表作。历代书家都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、书法，尤其是行书的发扬光大，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，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。鲜于苏的《石鼓歌》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。这些都是我们学习书法、学习行书的范本。